老师，要不你用冰块敷一下吧？我合同不已经亲自给你送过去了吗？怎么还来啊？你不是说下午会发给我吗？我一直等也没等到，打给你又关机，所以就自己找过来了。没心情，明天吧。你心情不好啊？没事，你就走吧。你感冒了，还是少喝点酒吧。我喝不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保姆当惯了是吧？给我。酒我替你存着，等你病好了再还给你啊！不打扰老师休息了，记得给我发稿子哦。哎呀，回来了啊！看见儿子了吗？我是去开会的，我见他做什么？座谈会你推了多少次了？你知道老姜顺道去看儿子，你也去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哼，他哪像是我儿子，简直就是冤家。父子同行可不就是冤家吗？看你这样，人你已经看到了吧？怎么吵架了吧？我说你也是，那明知道儿子不喜欢什么，你就偏偏说什么。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凭他的文学功底，明明就可以写经典文学的，可他呢，偏偏陷在那个什么修仙玄幻里出不来。你说那东西到底想传递什么？想表达什么？对社会有什么贡献？对孩子有什么教育意义？那文字嘛，写着开心，看着也开心，不就得了吗？以后啊，你少插手。你以为我想管呀？以后啊，路长着呢，你就让他慢慢摸索吧。初丽看稿子呢。萱萱姐，你回来上班啦？没有，医生还是让我多休息。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。催了大半个月的稿子终于交稿了。是呀，是不是可以走3审流程了？可以。助理，六合神兽的项目可以开始了。你把原稿用 A4 纸全部都打出来，然后后面我会跟你讲我们的1教、2教会是怎么进行。听听啊，拿到稿子以后啊，马上走3审流程。周川的这本书啊，是我们原业社重头的出版物，所以呢，50万字的文，下周5校样要进校对室。好，明白。初丽，据我所知呀，负责走3审流程的，一般就是本书责编。你这个活儿要是交给他们啦，那这本书从今天开始，直到上市、开卖、宣传，卖成什么样，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喽。于主编，这个合同是我天天去周川老师家门口蹲回来的。虽然我是新人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但我可以先做初审，然后再给2位领导来审查。我知道，处理啊，周川这本书呢，是你签回来的没错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你立功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也是经过这个深思熟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啊，毕竟你是一个新人。刚进咱们圆月没多久，这么重要的一本书，怎么能完全交给你负责呢？对不对？你要想锻炼不怕呀。你看我这有年年老师的华理，正好找人，马上要校对了。这个你拿这个练练手。可是我听说社里的规矩，谁签下来的谁就是责编。那我怎么也听说周川这本书好像是签给我社里了吧？不是签给你个人了吧？对不对，于主编？这件事情交给老苗吧。处理呀，一个年轻人还没学会走路呢，怎么就惦记着跑呢？就这本书啊，有什么问题尽管找我。你找我是为了漯河神树责编的事吧？
我还是想来争取一下。我觉得助理，我得提醒你2件事。第一件，老苗才是你的直属上级，有任何事情你应该是找他沟通，而不是我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应该知道职场上不可以越级汇报的，对吧？可是老苗他……下面就是我要说的第2件事情。不管老苗对你的态度如何，对小鸟的态度如何，也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他对你俩的态度有区别，这都不重要。如果他对你的工作不认可，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让他认可你，拿出点真本事，让他们无话可说，明白吗？你是我招进来的，不能让我失望。初丽，我们走吧，下班了。初丽，下班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别在这儿太晚了。这个城市看起来灯火辉煌，可是，在那没有灯光的地方，每个人的心酸都只能自己默默地咽下去。哎呀，一不小心点到了全宇宙最难吃的盐酥鸡。肚子空空，你有的吃还抱怨个大头鬼了。那你倒是去吃啊，还要我喂你啊？没胃口。又教的哪门子琴？我现在不想说话。哎，二狗，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喂，喂 ，What happened？ 我每一天像一只狗一样蹲在周川家门口，好不容易签回来的合同，他们竟然让别人来跟进，完全把我撇开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我签下来的合同。周川可没把你当狗啊！你又不是周川，你怎么知道？气不过你就辞职啊，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。我气不过的是老苗，又不是圆月社。我才不会这么容易就当一个逃兵呢。再说了，我答应过周川要给他好好卖这本书，好好宣传，画好看的封面。你说他现在不会就认为我是个骗子吧？你家养狗了？多大点事儿啊！这
这本书的责编已经定下来了。那你怎么没反抗一下呀？那平时你虎了吧唧的，这会儿时候你怎么就闷声吃哑巴亏了呀？我反抗啦，但是老苗是副主编，是我的直系上属哎。圆月是不过问周川的意思就把责编给定了，这以后是不想合作了呀？告诉周川有什么用？反正他也不会帮我。哎呀，我的周川呐，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周川，会不会就要被猪拱了？什么叫你的周川啊？你又知道了，周川不向着你，他不向着你还把书签给你，傻呀！啊，不对，狐狸君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话向来都是反的。啊，不会本来还存一丝希望，你说了就变成完全没希望了吧？快去吃饭。喂，初里，你还好吗？没有什么是一顿小火锅解决不了的。不是吧？于主编他真的这么说吗？对呀。那你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去找周川老师说说。为什么都这么说啊？还有谁这么说啊？哎呀，我另外一个朋友啦。反正我是肯定不会去找周川的，人家跟我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帮我？而且就利益来说的话，把洛河神书交给像老苗这样经验丰富的编辑，也更稳妥些。周川又不傻。可是周川老师在你和老苗之间选择了你。难道是因为我劝说他的话戳到了他的心窝吧？开个玩笑，他选择的又不是我，是圆月社。说的那有点道理。而且我总不能因为周川是作者，就拜托他去让谁来当责编。难道我以后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作者身上啊？那你怎么办啊？就这样放弃了吗？当然不会了。老苗不让我审稿，我就不干吗？我自己偷着干。明天上班前，老苗就会把《洛河神书》开篇的审稿意见给于主编。哎呀，我也就只有这些时候能可以跟他公平竞争啦。可是明天会不会太赶了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这段时间呢，我也审阅过几本小书，速度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苗副主编，这是我通宵看完的稿子和初审意见，请您过目一下。你给我看这干嘛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现在这件事由我跟小鸟来负责。你华理看了吗？洛河神书毕竟是我签下来的，不论如何我都不会甩手不管。如果你看完我的初审意见，觉得我没有给你们拖后腿，我也可以洛河神书、华理2个项目一起做，我会努力把每件事情做到最好的。是吗？给我看看。喂，周川老师您好，我这边有件事情想请您亲自做决定。
初里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谢谢你啊，阿香，昨天陪我熬了一整夜。初里，你快看老苗朋友圈。哎呀，吃饭呢，别看这些倒胃口的，每天不是去打高尔夫球，就是去和老师吃饭，早就把他屏蔽了。哎呀，不是，他发了朋友圈跟周川老师的截图。什么？周川竟然约老苗主动见面，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圆圆社现在。哎，小鸟，那个上次你拿的那个咖啡还有吧？啊，有的。一会儿啊，周川老师要到咱们社里来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的约我啊，你要招待好，放松一点啊。看来是周川老师希望副主编您能好好帮他做这本《洛河神书》，想跟您套套近乎呢。哎呀，毕竟是他的自己的心血，他也希望有经验人来做，他又不傻，是不是？哟。周川老师，这么快就到了？哎，外面下雨了，没来淋吧？好。小鸟，赶紧准备咖啡啊！好。啊，你请。哎，周川老师，请。你要打电话给我说你们为了争洛河神书的审稿和责编署名，趁着鸡飞狗跳的。哎呀，看来周川老师的消息还是挺灵通的。是，在我们社里啊，关于洛河神书这个作品的责编归属问题啊，确实是有一些分歧。怎么说啊？是这样的，洛河神书这个作品，在我们圆月社，是在非传统文学领域的里面，是个新的尝试。社里面非常的重视，当然给我们的压力也很大。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，要想把这本书卖好，从初审工作上就不能放松，一定要找有经验的编辑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你看啊，我现在手下呢有2个小编辑，一个呢是初里，您应该认识了，原来是金融专业毕业，没什么经验。啊，还有一个就是袅袅，杜袅袅。周川老师你好。小鸟啊是学编辑专业毕业的，有一定的经验。我认为啊，在初审这个工作上面交给袅袅，哎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。然后我呢来做这本书的责编，但是我这么一说了以后，初里就不是那么高兴了。是啊，所以就得请您来给评评这个理。像您这么好的一本书，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，怎么能交给初里这样没有经验的人来做呢？这么说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啊。是。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？周川老师，我一直是您的读者，您的《东方乙文录》我看了就不下3遍，每一次看都觉得您不愧是书香门第出来的，周老先生也是后继有人了。书香门第，后继有人，简直是少年天才。老苗啊，哎，各个出版社各形各色的编辑，我打过不少交道了。我一直以为你们这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谁签回来的书，责编就是谁，是不是？然后从书的项目成立到审稿，到封面设计，到最后的发行宣传，都是这个责编一个人包办。洛河神书的责编是你吗？我说是你了吗？周川老师，
我呢也是本着对你的作品认真负责的态度才接下这一本书的。毕竟啊，这么重要个项目，不能交给像初里这样，刚来社里没多久、经验不足的这么一个新人吧？新人啊，一个新人签下了你没有签成的合同，然后你现在把人摘干净，这不太好吧？还有啊，别再1次、2次、3次的说什么书香门第、父子传承。我们家老头觉得我跟他不是一路的。我周川不是什么天才，就是一个3流垃圾快餐文写手。这是我们老头子的原话。周川老师，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？意思我都说得非常清楚了。如果你们要搞什么办公室斗争的话，我管不着，但是别把主意打到我头上。这本书的责编只能是处理。如果余姚做不了主，我就去找上面的人来做主。话我说完了，苗副主编，再会。周川老师，你看。伞呢？我忘了。周川老师，等等。干什么？那个洛河神书，你能不能用我当责编啊？如果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不需要责编。我说不需要，就不知道争取我一下。周川老师，我知道你来这里跟老苗说了什么，他都发朋友圈了，但是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呀？我真的很想当洛河神书的责编。考虑一下你，那你拿什么来换？用我国际金融专业全 A 的那份优秀，用我这20多年来的认真和努力。行，那就考虑一下你。真的吗？哎，等等，周川老师，其实开头我已经编校了一小部分，我上去拿给你看，你就等我1分钟，1分钟就好，不要走啊。哎，人呢？我们都淋雨了，你擦擦头发，然后喝杯感冒灵驱寒吧。谢谢阿夏。初里，我刚才看手机，女主编在工作群里公布了洛河神书的初审由你来做，而且由她亲自带着你审稿，并且联合署名，而且这本书的责编是你，是周川老师亲自指定的。恭喜你啊，初里，能让周川老师钦点。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1拍。当你看过来，当万物皆可爱，怎么只有自己奇怪？I've got a million ways， 却说不出来。我的理智明明一直都在。
力，超活力，超活力！你又发什么疯？是不是有好消息啦？啊！我拿回我的左边拳了，还是周川亲自指定的。我就说吧，周川肯定向着你啊！你看他人多好，你得好好感谢他，跪地叩谢的那种。倒也不必。臭猴子，翻脸不认人是吧？对周川老师最大的报答，就是让他的书大卖，卖到印刷厂倒闭。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就这，不请他吃顿饭？这次周川老师的书，我们社里只出上下2册，最好控制在40万字。按照周川老师3个月出书的时间表倒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加班加点，2周后必须完成移交的全部流程。别以为周川老师支持你就可以掉以轻心，中途和作者闹翻的编辑比比皆是。朱熹曾说过：“立志不坚，终不济事。”所以，我每做一本书都是一场恶战。教养审阅就是这场大战的序曲。我一定要挺到最后，打赢这场仗。今天主要呢是庆祝我们兵第2部的2位新人转正啊！来，喝杯。小亮，祝贺！恭喜！祝贺！希望你们呢，有把圆月呢当自己家一样啊！当然了，也要表扬一下处理。我听说当时啊，新任的顾总监也准备抢这个落魄神书，哎，没想到处理啊把周川给签下来了。你说这年轻人真是后生可畏。没有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小鸟也很好啊，那河马老师他5年的版权都归我们圆月了啊，花了不少功夫吧？没有啦，跟处理比我还差得远呢。哎呀，你们各有特色啊！哎，对，各有特色，各有特色。我是觉得吧，这个小鸟啊，人比较文静、聪明、懂事，做事情呢有条不紊。哎，处理嘛，这个自己的想法比较多，也挺好，也挺好。确实如此，像周川老师这样剑走偏锋、性格乖戾的人，也只有处理能拿得下，也适合处理。所以呢，处理也算我们圆月的特殊人才了，是不是？特殊人才有点夸张哈，那个是不是人才现在还看不出来，反正现在是挺特殊。然后这个我还是觉得小鸟比较有潜力啊，做事大气，适合呀做咱们编辑这个职业。哎，老苗，处理还是很努力。好了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来，难得聚在一起，来，喝起来！来，恭喜！随便吃啊！哎。这个小说呀，跟剧本呢，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异的，到时候情节方面呢，肯定也会有调整。这个我能理解啊，你理解就好。这个动物园的背景设定，你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？可是，动物园是这本书的核心。没错。不过，以我们姜老师的才华，别说是改一个背景。我相信，无论您要求他做什么改变，他都能改出的花来。姜老师，你看可不可以在男主和女主之间加一条感情线进去？这样的话，
可以扩大受众的年龄段。李导，我觉得您说的对，这样不仅可以中和剧情，还可以吸引像我这样的女性观众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哎，姜老师，特里弗罗萨的《天井》你看过没有？看过了。我建议你呢，参考一下书中主人公的这个行动线，尤其是他在天井的那一段经历。这个情节呢，不仅非常抓人，而且对整个人物的成长转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李导，您说的这个参考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稍微改一改嘛，毕竟他这个情节跟我们的片子适配度是非常高的。这不太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又没有让你照搬，照搬的话，那还牵扯到一个版权的问题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我们……李导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版权我暂时不卖了，希望下次能和您合作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李导，您说卖就不卖了？您稍等，您稍等。周川老师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是来还您借给我的这把伞的。我借你的？我为什么要借你伞啊？啊？所以说那天你把这把伞放在门口，并不是借给我，只是单纯的觉得伞太重，还是说你想做一回大雨中狂奔的青春少年？好好说话。对不起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把伞不是借给你的，是借给老苗的。老苗，你们俩是那种你值得为他淋雨，还给他留把伞的关系吗？那我俩是那种值得我为你淋雨，还为你留把伞的关系？嗯。老师，喝水。那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顺道聊一下稿子上的问题啦？好，你说吧。您的主角按照顺序打怪，前面说老大是只怪鸟，老二是只乌龟，老三是只白虎，老四是条龙。怎么到后面提到老三的时候，白虎就变成九色鹿了？到底是白虎还是九色鹿啊？哪处描写多，改动麻烦就保留哪处。还有，前面你说男主他娘因为病重死了，为什么到后面他娘又突然出现了？那就把他娘死了这句话给删了。以后不是这种原则性问题啊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瑕疵你就不用过问我了啊。等等，周川老师，其实有一个原则上的问题。您的这本小说，体量严重超标，能不能麻烦您删掉10万字？10万字？那这本书你干脆别出了。I know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打你电话又不接，我就问了小白，小白说你在这儿。删10万字的事儿你就别想了，就给了这么点羞辱人的保底硬说，还想让我们的大胖儿子减肥，真是做梦吧。你先别生气嘛，身为编辑，我只是给你建议，具体要删哪儿、怎么删，还是您自己做主。还不错啊。
谢谢老师夸奖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是不是多的有点太触目惊心了？这儿一整张都被打成了大红叉，哇，力透纸背，有些地方甚至还被划破了。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包含有情绪的大红叉。怎么是我写的东西太难看，让您很生气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情节前后出现了2次，我觉得怎么着至少删掉1次吧。不懂创作规律就不要乱说话，我所有的安排都是有我的原因的。除了有大红叉，你在这儿画了个打哈欠的小人是怎么回事？是我写的东西太无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看这一章的时候体力有些不支，太累了。我写的东西让你看睡着了？没有，我没有睡着。如果我们不削减一些内容的话，这2本书就会做得太厚，太厚的话，价格势必就会往上调，到时候可能会影响读者的消费购买力哦。这我倒是没想到啊，继续说。多出来10万字的话，1页纸正反2面都印500字，那就会多出100页，价格要调个10块钱左右。我们都想把这本书卖好，到最后能不能有所取舍？不愧是学金融的，钱上面算得挺快。我一定会学以致用，势必把这本书做好。对了，边教我已经寄了一份去你家里，你只要把想删除的地方做上标记就行了。但是作为编辑呢，还是个门外汉。今天我就给你上一课，迎合读者就是作家走上坟墓的第1步。我真是进了出版界才知道，做编辑和做班主任差不多。当着家长的面教育他养出来的孩子，分分钟要被大巴掌甩脸。尤其是遇上某位不讲理的作者，根本话都说不通。某位作者是在说周川吗？可不是，我现在抱着他的新书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深夜时，恨不得爱怜地抚摸着那厚厚的打印稿子，安抚鼓励孩子别怕，减减肥，你就能大卖。岂有此理！坚决不删。删！我倒要看看你让我删些什么东西。没想到给周川老师编教一本书，我竟然老了10岁。喂，亲爱的周川老师，你看到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？我建议删除的章节真的是删了。写着我意见的邮件已经给你发过去了。谢
谢亲爱的周川老师，您真的是明察秋毫，英明神武。喂，喂。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？这臭狐狸为什么把我拉黑了？嗯？你这是上班遇见了烦心事儿，下班就买酒喝。工作上的事儿还能解决，就是我有个朋友突然不理我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莫名其妙，阴晴不定。他要是真在乎你，还会回来找你的。什么在乎不在乎的？要是……哎呀，算了，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是这么脆弱，说失联就失联，反正也不需要负什么责任。负责任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他就要对你负责？好朋友的关系啊，友情也是情。哦，那看来你挺在意他的。谁在意他了？我在意他干嘛？我在意的是我付出我自己的友情。你干嘛买酒喝啊？怕有些事儿力不从心，有些事儿不随人愿吧。那要不你换个角度想呢？总有事会力不从心，总有事会不随人愿。你又不是凉宫春日，没有愿望成真的能力，何不孤注一掷？至少老了之后不会后悔啊。你以前都是这样吗？先把事做了，不考虑后果。要是瞻前顾后的话，做事就很难全力以赴了。是吗？听说你喜欢江雨城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如果他以后不写小说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这么笃定？因为我觉得姜老师当年的隐退只不过是累了，想歇歇。等到养精蓄锐结束之后，他就会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；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。藏起来，像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一拍。当你看过来，当万物皆可爱，怎么只有自己奇怪 ？I've got a million ways， 却说不出来。我的理智。